可以想象这里是白金汉宫吗？继上次的特拉法加广场和白厅，今天我们去没有游客的伦敦圣詹姆斯公园和白金汉宫。从阅兵场和阅兵博物馆到白金汉宫，要穿过圣詹姆斯公园。这公园也有人翻译成圣雅各公园。面对阅兵场是卫兵纪念碑，也是公园的入口处。5个真人大小的青铜像，为了纪念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卫兵。第2次世界大战后，人们添加了题词来纪念那些在1939年至1945年2战之间去世的人。这个雕像是用第1次世界大战中捕获的枪支制成的，并且以真实的卫兵为模特。爱尔兰卫队在为他建模时不耐烦，在艺术家完成创作之前就离开了，因此他的铜像腿是属于另一个士兵的。纪念碑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炸弹炸毁，在维修过程中故意在其中一个雕像上留下了一个小洞。圣詹姆斯公园是伦敦市中心与大自然亲近最好的去处了。从这边穿过来要到白金汉宫，走路行程大约11分钟。好可惜哦，现在这个咖啡厅休息。除了花草树木、绿油油的草坪，圣詹姆斯公园最吸引人的是野生小动物，鹈鹕、鸭、鹅、加拿大雁。松鼠一直是公园里很受宠的动物，它们积极不怕生的个性，常逗乐来公园休息的人们。圣詹姆斯公园同时还是多部电影的取景地，比如迪士尼的真人电影《101忠狗》、007谁与争锋等等。走累了，可以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夏天还可以租用躺椅，望天上云卷云舒，也是难得的清闲。这边跟 Green Park 一样，都有这种躺椅，但是也是要收费的。但如果你像那一群人是坐在草皮上的，那就无所谓。在伦敦很常看到绿色小鹦鹉，源自于印度和非洲。它们繁殖快，食量大，叫声也大。我很喜欢伦敦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大公园。皇家公园当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 St. James。自从俄国大使于1664年送鹈鹕给圣詹姆斯公园，300多年来已经有40多只鹈鹕在这生活。目前有6只，每只都有名字。这只羽毛是白的，是公鹈鹕。园区每天下午喂食鹈鹕，所以提醒民众不要喂食它们。
这些鸟都是女皇的邻居，因为你看，前面就是白金汉宫。如果不走圣詹姆斯公园，从特拉法加广场也可以直接走林荫大道直通白金汉宫。2001年，威廉王子和凯特结婚时，林荫大道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。我们那时带着一个小梯子，我站在梯子上，用一台相机加长镜头捕捉皇室的风采。由于皇家车辆快速通行，如果没有卡位好或者是位置不够高，是很难拍到的。很多人知道我幸运地拍到女皇和菲利普亲王，就反拍我相机的一幕以弥补遗憾。所有的车辆、马车经过时，不意外的，民众给予英女皇的爱戴声呼最高，受欢迎的程度比当天的新娘还要热烈。走在林荫大道前往白金汉宫时，旁边一位英国广播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向我们挥挥手，表示正在录影。这也成为我们人生在全球20亿观众前曝光8秒的历史片刻。之后我们收到从世界各国朋友的短讯，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们。然后我们沿路这样一直走啊，就不知不觉就一直被人群这样推到了白金汉宫的前面。我们那时候就以很近的距离可以看到女皇，还有所有的皇室，包括威廉跟凯特在那边挥手。这种历史的时刻是不会再重演的。我们也很庆幸那一天，我们就专程就计划了上了火车，然后专程来到这边。他们说这种皇家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婚礼呢，是每30年才会碰到一次。那我不知道30年后我人会在哪里，但是我很庆幸，我也很骄傲的可以说我参加了威廉跟凯特的婚礼。后来在 Green Park 也有一家美国的广播公司访问我，真是充满惊喜的一天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冷清的白金汉宫广场。你看我旁边都没人。这种景象太难得了吧？你可以想象这里是白金汉宫吗？你看，我带着你的兄弟来看你了。哥哥你好，你好辛苦啊。在白金汉宫的对面，现在在盖新房子，应该就是整修楼面，像它隔壁这个，因为这些都是历史的古迹。想要拥有 No.1 Palace Street 这个听起来贵气逼人的地址，倚着圣詹姆斯公园，并且名副其实的当女皇的邻居，建商在这里盖72户私人公寓单位，1房至5房。要价235万至3275万英镑。哇，这个 London Bus 上面还是有人，但是非常非常少。还有一台
几乎是空的。我没有要坐，请不要停。上面的位置都是空的。游览巴士，上面的椅子还写说，有些椅子必须要空出来，以保持安全距离。天哪，这样的生意怎么做啊？伦敦时常都有这种救护车或警车，无时不刻24小时，总是交通噪音经过你家。这个我觉得啦，是住在伦敦的缺点。你看又一台。我是 Joyce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喜乐，我们下次见。